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大条、全球都在瞩目的川拜的首场辩论会哦。那 CNN 来这个转播，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拜登、川普电视辩论会一上台就立刻用经济议题开始在对战呐。那拜登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说，很快的就批评了。前总统川普执政的时候啊，经济有如自由落体般的下坠哦，而且因应疫情的方式如此糟糕，让很多人濒临死亡。川普立刻反驳啊，就说美国在2017到2021年，就他的领导之下哦，让我国史上拥有最伟大的经济哦，但是在拜登你领导之下，通膨正在害死美国。那其实这次的表现哦，感觉起来就是一边在听的时候，感觉好像拜登的声音就有点怪怪的啊，原来他好像有一点这个喉咙不太舒服，声音有点沙哑。那综合来说，针对这些经济议题哦，拜登谈及的是富人税跟儿童保护问题的时候，似乎有一点忘记要说什么。那他攻击川普税收的时候呢，也称他为富人减税，来减少政府可以用来改善安全网的收入哦。但却是因为这个时间紧迫，所以他有点紧张，就就卡住了，愣住了几秒钟。然后最后就讲说啊，最后我们打败了联邦的医疗保险制度，可能有一点好像讲错，川普立刻逮着他这个失言来讥讽，就说对，你打败了这个联合医疗保险哦，你还把他打死了，你把他再摧毁了呢。他说现在这种无证的移民哦，使得美国的保障啊、社会保障还有医疗的保险哦都在破产，这就是美国2大联邦老人福利政策啊，真的是被你打死了。所以在很多这样的交锋上头，感觉上面真的确拜登是没有办法占上风的。相对来说，大家就看到说，川普这一次虽然好像表现上面是比拜登好，但是整体人家讲说，川普好像还是比较收敛一些哦，跟之前的这个辩论会相较起来。那川普拜登互批说是对方才是史上最糟的总统，大家也看到这一次是有史以来哦，就是前后任总统这样子同台对决的一个场面，也算是一个经典画面了啦。那我们看川普的竞选团队呢，他们讲说在辩论进行到90分钟的时候，就自行宣布了获胜，就是在这一次的表现，他们认为他们是优于拜登的。那拜登的竞选团队则是说呢，拜登是为美国的未来提出一个美好的愿景哦，让每个美国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实现美国梦。那再来看看这一场的辩论会，当然也有一个来自民间，就是一般选民投票的依据哦。CNN 的即时民调认为，2/3的人觉得川普表现的比较好，认为他获胜啦。大概是有67%的一个支持度，胜过33%的拜登，认为辩论会应该川普是赢家。那里面还包含除了美国的经济跟通膨之外，几大现在目前紧张或是战争的区域，也都是他们的交锋点哦。川普就讲说，拜登你让美国人哦，人民都活在地狱当中哦。你真的是爱抱怨，什么都没做。这3年半来，我们都跟你一起活在地狱里面，整个国家因为你而爆炸，因为他们都不尊重你，但是他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总统，全世界都不尊重你，所以等于说你是在丢美国人的脸那种感受啊。那甚至他还讲说，你的无能已经让全球陷入到了战火当中。我们来看看这一段交锋。Our veterans and our soldiers can't stand this guy. They can't stand him. They think he's the worst commander-in-chief, if that's what you call him, that we've ever had. They can't stand him. So let's get that straight. And they like me more than just about any of them. And that's based on every single bit of information. As far as Russia and Ukraine, if we had a real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that was respected by Putin, he would have never invaded Ukraine. Look at what Trump did in Ukraine. This guy told Trump, do whatever you want, and do whatever you want.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rump did to Putin, encourage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And he went in. And listen to what he said when he went in. He was going to take Kyiv in 5 days, remember? 对，你可以看到这个双方的交锋哦。当然，这个拜登声音就是如我们刚刚讲的，他好像声音都有点快要讲不下去了，可能是因为这个感冒或者喉咙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啊。那他就讲说，川普啊，我这辈子没有听过那么多的胡说八道。美国是提供武器，而不是直接给钱哦。那当然，美国媒体也是聚焦在台湾方面哦，就因为《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就讲说，现在这个他们要聚焦的就是这2个人到底要不要提及美国协防台湾的问题哦，这也是美国
国相当关注的。那拜登表现差，也让这个民主党有点惶恐哦。CNN 的主播他就说，听说民主党人陷入到严重的惶恐哦，有些人甚至谈到对于投票结果的担忧，甚至还有人提及要前往白宫哦，就说拜托拜登让开吧，你要换人了。听说他们现在内部有这样的一个集体焦虑感，是不是要换人才能够赢得过川普呢？那辩论之前呢，其实双方也有这个影片大战哦。拜登在倒数前1小时抛出来影片，其实他是回击了，因为川普先抛了影片哦，他就讲说甚至还引用了这个波顿的话，普京跟金正恩领袖都等着利用川普用了波顿的这一番话。那他的回击是什么呢？因为川普的团队就酸了拜登哦，就说你都被楼梯打败了，你还能够再战4年吗？里面全部剪出来都是拜登要么跌倒要么这个不知道方向迷失方向这样的一些影片哦。这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时不时的我们也都，因为其实这素材每天很多，所以时不时的我们也是会播放到说他要么自行车上跌倒，要么从空军1号的这个楼梯上绊倒，这才会让大家一直对他的健康有所担忧嘛。那拜登其实在辩论前夕还豪砸了5000万美元，用广告来猛攻川普的这个官司问题，所以双方不断的这样子用这种空战也好，用舌战也好，彼此在交锋哦。那当然现在目前拜登的盟友们好像也都岌岌可危，包含了苏纳克现在跟对手的民调平手，首相位置可能要不保了。日本岸田文雄民调也是很低迷哦，自民党现在挑战者摩拳擦掌，还有尹锡悦唱的美国派但是呢，现在有这个民众请愿弹劾很多这个现在看起来这几位跟拜登站队在一起的，是不是通通都逆风了呢？我们现在要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辩论会？我今天主要是谈经济跟内政那这些议题本来就对拜登不利了，因为通膨造成大家生活相对困难嘛。你那股票60%涨那7只科技股，一般老百姓有没感觉？那中小企业或者是老百姓，所以基本上你就看到有很多口水了那因为川普就是活跳跳的精神抖擞那口才辩捷嘛。那拜登就是听说在大卫营每天站着90分钟，可是看起来是这个疲态倍出了，就是好像有感冒的样子那这里面有很多斗嘴的镜头啦，你这边没有秀出来啦，因为没办法秀，版权问题。说什么你是失败者然后说你儿子就罪犯然后说你老婆怀疑你还跑去嫖妓了这种话都讲出来了，真受不了。我们也很想放了，但 CNN 只给我们1分钟扣打。没有川普说我没有，我是说怎么辩论到这里，然后还说我可以跟你打一场高尔夫球如果你包包可以自己提的话然后川普就说你那什么，你要不然吹牛说你6杆进洞那拜登就说我哪有说我6杆，我8杆就这种辩论老人家斗嘴呢，就是斗嘴啦不过因为坦白说了，这个选举你用总的民调是不准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在加州还有纽约州这2个州人口就6000万，所以总民调民主党你会看起来好像民主党大概都会赢川普一点点就川普很有可能，如果这次他赢他可能总票数还是输拜登可是他的那个各州的票是领先的，为什么呢？因为7个摇摆州他目前有3个摇摆州领先幅度都超过4%，其实蛮稳定的那其中大概也是领先2%，那拜登最多只赢2个州那我觉得也不会说一个辩论就造成2个人又再拉开了，可是我认为会持续这个态势，就是说给人家感觉就是川普比较精力旺盛或者是他对现状的批评大家觉得 make sense 了那确实大家的生活并不好，那经济需要比较有力的整顿嘛。我觉得老百姓比较关心这些议题了。好，来请教赖老师。目前双方的差距确实不大就是说总差距不大。然后在摇摆州虽然川普领先，差距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那如果说拜登在这个辩论中表现得像甘乃迪
第一次在电视辩论那样的亮眼的话，那当然这个一定会产生影响，可是跟大家预期的差不多，就是一样不怎么好看，看两个老头子在那边斗嘴，而且感觉就是跟上一次的选举的辩论其实是大同小异，而且呢还比上一次的辩论更显得平淡无奇。但是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却全部都还在，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还是在不断的做人身攻击。我觉得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已经这么多次的辩论中，一直不停的在违反辩论的基本原则，然后一直在对对方做人身攻击，而且呢讲的话真的是越来越难听。这个部分里面其实会让全世界一直感觉到说，这两位美国的这个政治的领袖、领导人，他们的整个水平怎么这么的低，文化水平低，教育水平低落，然后呢连一点素养都没有，然后就是一张嘴，两个人在那边斗嘴，可是毫无愿景，毫无政策，毫无对于美国不管是内政，不管是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蓝图，也没有任何说有可能改善的这些方法，或是让他感觉到说，哎，这个新的总统或者是拜登在延续，那经济可能会获得一些改变，好像都没有，然后也都没有谈到任何东西。我个人倒觉得这又是一场很失败的一场辩论。因为今天我们在听的时候，从早上一直听，就感觉就是说，哎呀，这真的是水准低呀，而且粗俗不堪呐。然后两个老头子在那边斗嘴然后干脆他们两个都退休了，然后就在那边喝咖啡，然后再或者喝杯茶，然后两个人在那边你一言我一语这样子斗嘴，也看起来也可以这样过日子嘛。因为你也知道老人家老到这个程度，然后头脑昏庸的，然后两个人每天早上起来就斗完嘴，然后就各自再回去睡个回笼觉，然后下午再来再斗个嘴，再回去睡个回笼觉，然后第二天再来，这样也可以过一个老年的还蛮快乐的生活。但可是问题就是国家这么庞大的机器，还是不要交在这两个人手中。可是很可悲的，美国人却必须要把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机器，却交在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美国人真的是倒霉啊。好，来问厉将军。我觉得拜登会答应这次的辩论也蛮出我意料之外，因为这次在辩论之前，我们就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辩论的规则。他们辩论规则是怎么样？就是说都不准带幕僚，也不准有任何这个人过去提示，也不可以有小抄，也不可以带笔记本，每一个人只有一张白色纸跟一支笔。还有一杯水，就这样子而已。那整整90分钟，休息时间幕僚也不可以去做任何提示，也就是完全的这个自己来讲，勇敢的发挥自己的想法。所以其实我觉得说，以他们这种年纪来讲的话，可能你说叫他们不带小抄、不带笔记，然后要去滔滔不绝的辩论90分钟，事实上如果到最后，他也很多的国家的政策或他自己的想法，也不见得都能够记得住，所以最后就沦于这种口水战。但是这次来讲，我个人觉得说，虽然说我们中间看不到什么，他们提出来对美国自己国民的一些牛肉、一些政策或一些具体的做法，可是大家也觉得很无味，可是却是一场很有趣的辩论。那我觉得川普最后会赢倒不见得是赢在他的论述能够赢川普，能赢过拜登。他什么是赢拜登呢？我觉得他表情赢了拜登。那这个记者很坏，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经常把他们两个人做分割画面，就左边是川普，右边是拜登，然后川普就在那边一副那种很不屑的表情，然后看着拜登，然后拜登就那种脸上那种表情好像就是傻傻的，然后愣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嘴巴还开着。就完全就是川普来讲，之所以会获得2/3以上选民认为他赢了，不是赢在他论述，也不是赢在他的口才，表情管理，而是赢在他的表情。赢了拜登，那两个人辩到最后，在里面真的是到最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在那边比赛高尔夫球，说你只能打5码。我觉得他们两个下次要不要去铁笼格斗？关在铁笼里面。然后铁笼格斗来讲的话，那不要像马斯克一样，又在那边耍大家一场，耍大家一场。那反而我觉得来讲的话，可能因为你事实上就跟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嘛，就民众看了只是看了一场就是很精彩的两个人口水战，很有趣的口水战。但是你说不管是对于国家的内政啊、堕胎啦、移民啦，或者是这个经济等各方面来讲的话，甚至于外交、军事都没有任何一个两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能够说服观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国大陆马上要进行3中全会哦。在进行之前，昨天有一个大动作的消息宣布，就是由央视来公布的哦，就是前后两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跟魏凤和，在27号双双遭到开除党籍跟军籍，终止中共20大代表的资格，而且遭到取消上将的军衔。那两个人呢，就是被指控呢，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而且涉嫌收受贿哦，所以他们讲说，他们这个两个人的行为辜负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然后严重污染了军队的政治生态。那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哦，影响极为恶劣。危害巨大，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把两个人这个犯罪的问题移送到军事检察机关依法来审查起诉哦。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大陆也没有遮着掩着哦，因为大概就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爆发这个事情嘛。那时候大家后来才看到说，他们不是才露面吗？怎么又消失了？那事隔1年之后，在3中全会之前宣布了这个事情，而且是由央视来公布。那这次的3中全会也被人家关注到说，好像是史上最晚的一次哦，是在7月15号来登场，7月15到7月18在北京召开哦，这是过去40年来召开最晚的一次。那这次是要审议深化改革决定的一个文件稿，那全面的这个深化改革啊，坚持党的领导来处理好政府跟市场还有发展跟安全的关系。那我们看一下北京大学的学者，这个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讲说，因为外部现在有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哦，也意味着现在国家安全变得更加重要了。那我们看《金融时报》就讲，现在习近平告诉欧盟的官员，他说美国试图怂恿中国攻击台湾哦。美国媒体引述了澳洲学者的分析，认为说习近平的说法其实现在反映出来中国大陆这些精英哦，长期以来对于美国想要利用台湾议题来遏制中国的普遍想法是如此啦。那再来看到了秘鲁的总统哦，到上海来出席论坛，他提到了，他说非常珍惜跟中国大陆的友谊，他说外国投资变成他们现在目前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哦，非常的欢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秘鲁投资，然后来投资我们印加人民的土地。他甚至去参访了比亚迪哦，跟亮哥一样，然后去参访了比亚迪，然后他就说，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秘鲁最大的投资国，也是秘鲁铜最大的买家。那现在中国的车企应该要来秘鲁来设这个装配厂，秘鲁政府呢将不会设关税，而且鼓励更多的在地投资。那他看到了新能源车，看到了比亚迪，到深圳来体验了华为跟比亚迪的新能源车哦，惊呼哇哦，这还竖起了大拇指啊。那谢峰也讲说，现在中拉的合作是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到第三方的影响，主要想要来这个阻断中拉合作，当然就是美国。美国很怕后花园，对他们来说，我的后院怎么可以让你这个中国大陆手伸进来呢？我的门罗主义还在这边想要继续延续下去呢。那再来看看，讲到门罗主义哦，昨天不是发动了这个政变吗？在玻利维亚这边，那因为现在大家讲说，是不是 CIA 有意要发动这样的政变呢？因为过去 CIA 就有这么做过嘛，短短5年，第2次要在玻利维亚发动这样军事政变，可是3个小时闪电落幕了。那结果发动的人就是前陆军的参谋总长朱尼加，他就讲说，这个是受到总统指使，你要政变人家，然后说是总统指使我的，让人家听了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开始美国媒体都讲说，原来如此啊，这可能是自导自演。
那人家就反过来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美国的黑手进来没有政变成功，现在马上又甩锅了，又讲成说哦这个是自导自演，因为本身这个玻利维亚的总统是比较亲中国大陆的嘛，是比较是左翼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美国是不是政变不成，干脆甩过去，是这个你们自己的问题呢？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一次李尚福跟魏凤和这一次的宣布，其实也蛮震惊的哈。这就表示习近平对军方的反腐是完真的嘛？我们是还没有看到公布的犯罪的细节啦，不过这个就是收贿，就是非常明显的，收贿就是收贿了，收贿了哈。那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精英认为美国想要打台湾牌嘛，可是呢，这个美国这个打法又不像他是已经准备好了要跟中国大陆要在台海硬杠，对，或者说要开战感觉不到，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要耗损你的国力啦，要干扰你嘛，所以《金融时报》那个新闻，虽然这个冯德安否认可是后来也有不少媒体跟进而且《金融时报》长期以来是跟美国的国安单位很熟啦，所以这个消息我认为应该是有根据的，他不会乱写了他是说习近平说我才不会上当我想不是习近平说他不会上当了，应该是习近平身边的重要的幕僚说他不会上当这有可能这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今年的策略应该是不希望成为川普跟拜登在讨论外交政策的时候让台海问题成为焦点，就你们就去讨论以色列跟加沙的问题啦，黎巴嫩真主党啦，还有俄乌战争啦，那尽量少扯这边啦。对，事实上这个议题美国人并没有很关注啦，说实在，因为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嘛。现在世界上有2场战争在进行所以美国比如说。那个川普就讲过说我们对乌克兰一下钱就丢那么多，这个是川普真的讲过的事嘛，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这一类啦。还有就是美国要不要卷入跟那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大概是这一类啦。我是觉得台海战争，中国大陆如果不希望聚焦那大概就会淡化这个议题，至少在今年大选前那这个秘鲁的总统他晚我去1天这也要照进一下。我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来了，因为现场这个氛围已经开了。所以亮哥优先才能排秘鲁。没有对了，哎呦，他还插队，他还在总统之前。你少在那边，我们早就约好。总统级规格。那个秘鲁是这样啦，秘鲁你也知道他在盖前海港嘛，那中国大陆投入了很多的这个精力了那希望把巴西的一些矿产，然后直接通过这个西部的铁路，这样就不用绕过巴拿马运河嘛。所以坦白讲，这个对巴拿马是一个重大损失了。那前海港如果可以盖好，可以运这个矿产，那这个总统当然会希望说，那也可以来坐车子对不对？那秘鲁的人均大概是$7000多巴西8000多实际上差距也没有很大。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有可能会考虑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普遍在欧洲不少国家在做不同零组件的设厂嘛。好，来问赖老师。火箭军从爆出这个贪腐事件以来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就开始查这个事件了。那时候是在比较底层就一直往上追查。果然中国大陆在反贪腐这个部分，就是习近平在反贪这个部分从来没有上线。所以查到最后的时候，李尚福是习近平提拔的人呢，重用的人呢，一样拔下来。然后魏凤和一样拔下来，那么信任的人2个人照样拔下来。现在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开除党代表，同时移送法办。我判断会被判重罪，因为它里面有谈到了用的词是很重的就对抗组织审查等等那么违背了他们的初衷整个信仰崩塌，而且呢李尚福更严重，
他不但收贿，他还行贿啊，去安排人事关系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啊，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毫不手软。那目前来说是13中全会啊，不是13中，就是3中全会已经定了，而且目标也定了。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布局布得很深，这次是先在院士的会议中，啊，就先把这个目标定出2035年科技强国这个目标要达成，11年中国大陆要完成为一个全世界的最强大的科技强国。同时在政治局会议中，那么也定出了根据用科技强国的这个支撑，然后把中国大陆基本上也是在2035年要基本实现这个现代化的强国。那这样的一个方向都定了，很明显的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政策战略就会在中全会很多的文件就会通过了。中国大陆的3中全会其实是很重要。对，这个从改革开放的3中全会，就是我们讲的11届3中全会，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所以我觉得大陆已经把它未来到2035年的整个国家发展的目标都已经定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目前在全世界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到做到。这个也是美国的太空总署很多人都已经背书了，就是大陆定了，它就会达成。是，好，来问一下将军。我觉得玻利维亚这次正面确实非常有趣，短短只有3个钟头，连眼睛都还没有来得及眨了，也就结束了。那这是正面的故事，我讲给大家听，大家有觉得说也蛮吊诡的。这个国家来讲，玻利维亚，它总共有历史到现在，它脱离独立以后到现在不过才200年历史，总共细数它总共有199次的政变，也就是说几乎每年都在政变。然后这次政变一发生以后，他民众也很习惯了。他像我们台湾，如果说发生政变，那不得了了，那可能股价崩跌啊，或金融市场崩坏。他们不是，他们老百姓第一件事情先去买点东西囤货，对不对？吃的东西先存，所以他们也很习惯这种政变。那这次政变的来龙去脉怎么样？在上一任的总统叫莫拉莱斯，这个总统他是原住民的，他因为原住民的身份选上总统，但是选上总统他贪污啦，或者说很多的这个作弊啊，或等等这种选举作弊，就被谁推翻了？就被这个总司令推翻，叫祖尼加陆军司令，他把他推翻掉。就他这次把他推翻以后，就这次祖尼加要推翻现在的总统。那为什么要推翻现在总统？因为他说现在这个总统不表态，说不准这个之前他被他推翻那个莫拉莱斯要竞选2025年的总统。你说这不是有点奇怪？他把他推翻过以后，那你现在这个总统你不去表态说你要让他继续等候当选总统，那要来继续竞选，那我就把你也推翻掉。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过程来讲很奇怪？所以人家为什么会说这次的这种政变是有一点那种自导自演？因为这个玻利维亚现在国内里面经济状况非常的糟糕，它不管是通膨的状况、民众物资的状况等等很多的不足，然后民众也产生很多的怨言。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个总统来讲的话，大家当然会感受到压力，尤其是明年他就要选举了，他会感受到压力。在这种上，最好的方式就是制造一个敌人。那这个敌人是谁呢？就是前一任被推翻的那个总统，他来当敌人。那谁来演这出戏？就叫当初把他推翻的那个总司令出来，我们2个来配合，再演一场这种戏。目的我觉得是就是现在这一任的总统叫阿尔兹了哈，他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明年的选举之后，能够让老百姓转移掉注意力，不要说是通膨啦、经济发展不好，或者是物资很缺乏的状况之下。那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他来选举，确实是比较不利的。那他当然就是要演一场戏。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短短3个钟头政变，而且结束政变过程也很幽默。怎么过程结束呢？就现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
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两岸的情势哦，在赖清德这样一波又一波的这样的动作之下，真的是越来越升温。先是新两国论，然后现在呢就说哦，因为对岸提了这个台独22条嘛，马上给予反制，反制了什么呢？就说哦，现在旅游的警示灯全面拉高，变成了橙色灯。换句话说，我们台湾人到底能不能去大陆旅游呢？他们现在给了一个很模糊的答案呐。那交通部讲说，我们尊重陆委会的决定哦，交通部支持循序渐进的恢复两岸观光交流，立场不变。然后也请观光署来掌握赴陆港澳的这样的旅游团后续情况。这矛盾的很呐，一方面告诉大家说不要去，别去，陆委会跳出来，这个陆委会说别去陆港澳，然后呢，交通部说支持恢复两岸交流。我们到底要听哪一个部会的？你们这个部会可不可以彼此之间不要再玩这种两手策略了，或者还是说这种两面手法了？给我们一个正确，或者是给我们一个依据，到底我们能去还是不能去？到底你希不希望我们去，还是你就是要制造一种模糊地带，让大家你自己判断啊？那如果你要去的话，刚好贴你一个红标签嘛。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赖清德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22条意见呢，会让90%以上的台湾民众都遭受到波及，把所有人全部一起绑上了台独列车。大陆的国防部就讲说啊，这个民进党你们要适应四面包围，因为不搞台独，你何必胆战心惊呢？那你一直在搞这样子的一个分裂的活动哦，那其实这个活动是针对台独，而不是就是相关解放军的行动是针对台独，而不是针对台湾民众。其实也不必要把台湾民众全部绑进去。那到底这个赖清德你现在的自己的认定是什么呢？你是见人说人话，然后到了这个3军8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又不提中华民国了。他出席了113年3军8校联合毕业典礼，跟上次的这个黄埔校庆又不太相同了。他这次12分钟致辞当中是没有提到中华民国。那顾立雄所推动这种新式的国防改革，他就说呢，在确保军纪的前提之下，减少不必要的这些规定，精简不需要的流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也不安于现状，他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是呢，解放军呢现在的动作的确是越来越加大力度了。在27号，截至27号早上的凌晨6点，有7艘解放军的军舰，还有33架次的解放军的军机穿越，甚至还有广播直接抢峡。我们来听一下。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1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请你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华民国是个什么东西？对，就直接被解放军给回应了。那当然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紧张的这个态势哦，所以可能会有这样越来越多的交锋。那这个我们看到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6月27号上午的6点。到28号的上午6点哦，总共有24架解放军的军机，还有17架次从北中南3面这个来这个环绕哦。那甚至距离最近的就是距离台北大概只有30余海里，鹅銮鼻是46海里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吗？就说美国的预警机也出现在西南空域这一边，要有一个相对应的要进行警告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驱离，或者是警告性的一个动作。那2024的环太军演也是登场了，在6月27号开始，要到8月1号。那他们就说当中有一个演习的重点就是要集成一艘这个4万吨排水量的目标舰艇哦。美国的智库讲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计划使用他们日益壮大的两栖攻击部队哦，现在有8艘2万吨以上的两栖舰，所以呢，现在正在装备第4艘4万吨可搭载这个直升机的攻击舰。环太平洋军演被认为是美国要防堵解放军武力攻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大陆的国防部是讲说这个美国想要透过军演来吓阻中方的军队，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那我们台湾真的有办法靠自己吗？因为美国一直讲说，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无人机哦。现在更进一步了，就讲说，不如你们去找这个外籍士兵吧。我们开始要乌克兰化了哦。这外交家杂志就讲说，看起来台湾可以学习他国经验，比方说像是新加坡，他们有开放外籍人士来入伍，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防需求。所
所以就说，我们台湾自己啊，这个征兵不够嘛，干脆找一些外籍的士兵进来台湾，这样台湾会不会变得更乱呢？那这个美国要把台海变成一个无人地狱，这样的话喊出来，帕帕尼这样喊出来嘛，然后结果大陆的国防部帕帕罗了，那大陆国防部就讲说，那你自己先做好下地狱的准备吧，那些叫嚣把别人家变成地狱的人呢，你自己先做好下地狱的准备。所以大陆也是非常的暴气哦，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动辄就说，我要把你家门口变成地狱，所以给予一个非常强硬又直接的一个回击。那再来南海这边，小马可是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南海行动哦，不止抗议菲律宾，现在必须要做更多。就菲律宾接下来可能也要有一些因应的措施。那白宫这回跳出来讲说，我们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说，美菲的安保条约的承诺像铁一般的坚定，有多坚定呢？我们回去查了一下，6月17号发生了，就是这个中方跟菲方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海上交锋哦。11天过去了，也承诺都还没兑现，那你这个铁要打很久嘛？这像铁一般坚定，这是让大家看来都觉得，是不是你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其他地方哦？那再来，这个解放军威吓菲律宾，现在逼近了吕宋岛。山东舰现在也跑到了南海这边哦。那我根据军事专栏里面有讲到说，这个山东舰的编队包含了1艘导弹驱逐舰、2艘护卫舰，还有1艘综合补给舰。那小舰长吕礼士就研判这山东号将会通过巴士海峡，可能跟汉光演习有关系哦，因为汉光演习马上就要举行了嘛。那25号的时候呢，山东号是离开了南海三亚，研判可能是要进入到这个巴士海峡，来进入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菲律宾海来进行相关的演训。换句话说，菲律宾这一边也是武力动作不断在提升当中，各国都在备战当中嘛。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现在两岸的情势？赖清德一直搞得越来越升温呢。我们那个陆委会讲的橙色警戒，就是美国的第3级警戒了。那个叫做那个不是强制性的，那个叫做谨慎评估旅游的必要性。那到红色警戒才是限制出游啊，就是不准去。但他们是直接喊说别去。就是红色警戒。没有，这个，来，《自由时报》的标题，他说别去，直接用别去这个字。没有，陆委会不是这样讲，那是《自由时报》的标题。所以《自由时报》还延伸解读。陆委会写的是谨慎评估旅游的必要性。这个交通部它是有分类的啦，而且我跟你讲那如果别去，你就禁止嘛。对啊。所以旅游界，如果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是如《自由时报》这样写那今天旅游股应该全部跌停啊。事实上并没有啊，所以这个报纸实在太没水准了啦，都老是写这种假新闻如果禁止，那本来6月事先就已经搞定的那1000团，是不是全部都不要去了？1000团有3万多人这个很实际那陆委会就出来讲对。那交通部为什么不这样讲所以我是觉得建议大家不要看《自由时报》了，常常搞这种假新闻那我跟你讲我们台湾的橙色警戒包括61个国家了，所以你以为大陆是唯一的吗？我跟你讲，印度也是橙色警戒了。那个菲律宾的明达纳尔是红色警戒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具体去了解一下交通部那个不同颜色的警戒，比如说日本就全部都是黄色，那它就是都没问题嘛所以我是觉得陆委会的意思主要是要撇清责任就我有提醒你那你如果去发生问题你不能够说我没有作为了事实上我刚去深圳回来，我去跟回来都是爆满，而且那个飞机还很大，787的那个都是300多个人爆满。对，飞机上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所以赖清德说90%的人恐受波及我看是支持赖清德的选民恐受波及了。这个反正因为他就是针对这个反台独的22条，陆委会总要有所表示嘛不过这个22条坦白讲也是会面临考验的啦，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司法解释，一个意见的表达。那接下来人家当然会去注意你是不是有真的走司法程序的啦。因为这个东西每个国家都有啦，就是说我有所谓的不受欢迎名单啊，那这个就比较像国台办他所列出来的这几个顽固分子嘛，那是国台办宣布的。然后你叫做不受欢迎人物啊，那你不能来做生意啊，你不能入境啊。可是这次的意见，22条意见的表达是说要进入司法程序哦。对，所以人家接下来就会观察啊，就是那这几个人会变成司法程序吗？比如说其中有副总统也有国防部长也有国防会秘书长那这3个人都要收到传票吗？那如果他们不去，要缺席审判吗？然后要定谳吗？然后要发布全球通缉令吗？这个美国跟俄罗斯都搞过哦，俄罗斯就直接把爱沙尼亚的总理当作通缉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有待观察啦，就是你是玩真的啦，因为如果你只有这样的一个意见表达，然后既有的什么顽固分子名单。那都没有进入司法程序，那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观望嘛，就是这样。好，来问将军。这次汉光14号演习，这个梅家树跟顾立雄讲了一个大实话，他讲要去中心化直管，然后 ROE 交战规则，授权营连长这种战术阶层，在指挥链中断之下，能够授权他们自己来做射击指挥。我讲。这个是非常务实，也讲了一个大实话。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战争一开始，我们所有通讯全部都会被打断掉，完全没有直管通勤了。所以说各部队自己打自己的，自己看到目标就自己开火打。现在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以前在823炮战的时候，你去问一个人，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是桃园市议员，叫鲁明哲，他爸爸叫鲁凤山。我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呢？鲁凤山在823炮战的时候，炮战一开始第一刹那的时候。所有的通讯线路全部被老共全部炸毁，所以那时候通讯全部中断，没有办法指挥，没有办法通讯。那鲁凤山他是炮兵营长，他就按照之前他所这个规划的射击的方向角度指挥那个炮。那个炮你不是说拿步枪瞄准敌人来射击，而是你之前就应该有计划规划，我要打什么目标，我的角度我方位是多少，然后按照这方位，他不再上级命令直接反炮兵，所以反炮兵的射击第一发炮弹是鲁明哲他爸爸鲁凤山打的。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台湾已经陷入这种状况了，也就是说这个。他们现在是去中心化直管，也就是认为说是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台湾的所有直管通行将会全部中断，所以授权营长或连长这种战术指挥阶层，他们自己来按照交战规则 ROE 来实施射击。但是我特别要讲你们真的是外行到极点，会做这个规定。你虽然很务实，但是你外行到极点。你知不知道这个战争之中，包括美军来讲，作战伤亡最大的是被自己人打死的人最大。为什么？因为误射最大。你知道我们一个步兵来讲，作战的话要很多的作战管制手段。我举可能各位像赖教授会听过这个战斗递进线，为什么要画战斗递进线呢？我跟你之间有一条线，然后我如果枪打到那边去的时候，我要跟他协调，对，不协调的话，你可能你往前面冲，我认为那是自己人就打得到。还有火力资源协调线，对不对？好，自由射击区，还有安全走廊等等。因为一架飞机要飞进来的时候，我们所有飞弹、刺针飞弹要停止射击，然后掩护它，让我们自己的飞机进来。你怎么知道进来那架飞机？阿兵哥在天上看，他怎么知道这架飞机是我们自己国军的飞机，还是敌军的飞机，还是美军的战机？你不知道，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直管通信，有一个火力资源协调中心来协调做这些事情。你绝对不可以授权让下级的营连长自己按照给他发一本手册，你看到那本手册上面规定说，你看到红色的飞机你就开始可以打，你看到绿色的飞机你就不可以打，距离你多少公里你开始打，不能这个样，这样很容易误及自己人，你知道吗？你可能自己，尤其是说你现在又讲城镇战，如果说没有火力协调，你前面在战场的时候其实是那种兵荒马乱，大家都很紧张。我想单兵动作应该大家去入伍的时候都学过一句话，就是班长你掩护我，我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这就是协调，就我要去那边，我一定要让我的邻兵知道，不然我往前面跑，我邻兵可能认为我是敌人就开枪打我了，大家都会紧张嘛。所以
这个我想说，去中心化直管他讲了一个大实话，就暂时的时候，台湾我们承受不了第一级所有直管通行可能被敌人的这种轰炸，或者是说它电子干扰全部弄断掉。在这种状况下，你授权这些营业长自己这个按照交战规则来设计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危险，也非常这个不实际的一个动作。好，来问赖老师。刚刚厉将军讲了很务实的问题啊，那也就是说啊，这个在开始交战的时候，台湾的整个通讯可能都会瘫痪瓦解了，可是大陆却畅通的。那一个完全畅通的通讯，包括它的整个战场的鸟瞰系统，也包括无人机的监看系统，所有的指挥链都畅通，而一个是完全瘫痪的，这仗怎么打？我觉得赖清德你要告诉大家这个仗怎么打，参谋总长你要告诉我们的士兵这个仗怎么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啊，都不清不楚，原因在哪里？都没有实战经验，没有实战经验，却一直要挑动两岸关系来打仗，对，这个简直是让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你从上台开始520演讲，就是要挑弄两岸准备打仗，搞得现在大家兵荒马乱，搞得大家现在紧张兮兮。结果呢，当寄出22条意见书的时候呢，你又开始号召了，说哎，我们90%人都跟着你走，不对啊。我们没有人跟着你走啊，跟着你走的人已经人数越来越少了，就你们这个顽固的台独分子才会跟着你走啊。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顽固的台独分子啊，所以都不会跟着你走啊。所以不要把我们拖下水，也没有人啊想被你拖下水，你也拖不下水。所以我倒觉得啊，这个去大陆没有问题啊。本来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就应该遵守当地的法规嘛。你到美国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规章嘛。你到菲律宾，你到日本，你到越南，你到大陆去，你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规章，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嘛。你违法了，你当然就被扣嘛，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问题就在于故意找这个机会来做文章，我觉得居心叵测，而且故意要恐吓啊，然后让台湾人紧张。不过我觉得台湾人已经不是被吓大的了。对，台湾人就是你约叫我不要去，我就偏偏也要去。所以亮亮就说了，班班客满，而且现在还不好买到机票，这很难买现在，现在都只能搭到波音去了。对啊，波音算了吧，最近还是安全一点，空巴更难买。我觉得，那另外我个人是认为了啊，美国的印太司令啊。从他上任以来，我们就知道他就是大炮型的，就是很喜欢找媒体讲话，就职的当天啊就讲了大话，然后跑到日本的时候就是说啊，这个解放军啊，大陆跟美国一交战啊，他有把握啊，马上让大陆啊被打得那个落花流水，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很可笑，就是说你凭什么？坦白说，你美国，你从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今天。你没有跟一个跟你同等量级的大国打过仗，对，当时前苏联跟你同等量级，你从来不敢跟他交战，都打一场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现在中国大陆的整个综合国力，还有它的工业生产制造力，远比你美国强不知道多少。我如果套山本56讲的话。如果山本56现在还在世，他会告诉你美国人说，永远不要去打，不要去惹中国大陆，因为你的船打完就没有，而中国大陆可以源源不绝的生产船舰炮弹，你怎么跟他打？所以我倒觉得啊，讲大话可以啦，可是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我没看到菲律宾跟大陆的南海的问题的时候，美军在哪里啊？完全不见了，这个就是只会讲大话的一个印太司令。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